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台北的夏天来了，气温超过30度，天气非常热。今天就到博物馆吹冷气。我要造访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、国定古迹台湾总督府铁道部厅舍。台湾总督府铁道部厅舍是日籍建筑师深山松之助设计的。开放时间、门票资讯。台湾铁道史。1887年，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成立台湾铁道商务总局，这是台湾铁道官方建设的开始。这是第一代的台北车站，拍摄于日治初期。1908年，台湾纵贯铁路全线通车，这是当年在台中举行的纵贯铁路全通式庆祝典礼。新北投线、新店线已经拆除，集集线、糖业铁道、林业铁道、盐业铁道、矿业铁道、军用铁道、工业铁道。台湾岛曾经遍布铁道。台湾火车发展史，莒光号。我现在来到室外休息一下。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，馆内禁止使用自拍棒，所以我在馆内没有办法这样子面对面介绍里面的一些内容。继续进来参观。名片式车票印刷。我现在前往2楼的第2、第3展示区。这扶梯都是使用阿里山的块木制作的，已经有100年历史。动态模型展。这是1970到1980年代台北车站周边的景象。台北车站到了。这里就是现在的铁道部园区。这是1910年代的台北工厂。户外走廊这里有休息区，部长室的立体石雕式修复。这里是日治时期铁道部厅舍落成初期时铁道部部长室，旁边的椭圆厅只是作为会议室使用。这是椭圆厅。
旁边就是部长室。第3展示区，这是铁道部厅舍的模型。1楼这里有台湾林业铁道特展。台湾的森林开发从阿里山开始，这是阿里山神木，现在已经枯死了。木材如何运下山？台车、索道、浮力索道、管流、土滑道、木滑道、木马道，随着不同的地形，用不同的方式将木材运下山。这是阿里山森林铁路在独立山的螺旋形铁道系统。因为它山不高，所以从这里开始这样。这第一圈。这一圈啊，那第2圈在这里。啊，第2圈。第2圈，那么第3圈从这里开始。8字形。8字形。哦。上阿里山。上阿里山。哦。之字形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到这里，这样上去。这里啊，好，之字形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就 U 字形了。U 字形。这里是 U 字形。这个是 U 字形。这个是 U 字形，到这里是之字形。哦。因为这样，就是人家说阿里山崩壁啊，来个家就是安尼。这个崩壁。这个崩壁，就个安尼过来，这个弯。哦，这个弯过去。 U 字形弯道，个崩壁。对。一路崩壁，搁落摆。这可以让我们体验运材车运送木材过弯的情况。这个样子，这样弯，这个出来没有关系。弯道的时候，弯道这样子出来，它这个木材会往外，但是不会掉，不会掉。不，它这里卡住了，只有一个的话，这个木材只能再这么长，这么长。哦，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木材可以很长，不用切断。对，可以很长的话就好利用嘛。这是林场的交通工具。厅舍旁这栋是铁道部食堂，以及经理课会计系办公室。前面的围墙是清代机器局的围墙残基。机器局成立于1885年，是制造弹药及修理枪械的军事工厂。日治初期作为台北炮兵工厂，后来移交给铁道部。作为台北工厂修缮火车之用。2006年新建捷运松山线时，拆除林塔城街的建物，清代机器局的围墙因而重见天日。这里有清代石板道的遗迹。这铁道部厅舍的外观，1楼是砖石砌造，2楼是木造建筑。这是8角楼，以前铁道部的公共厕所，只有男厕，因为铁道部的员工都是男生。8角楼是当时现代化的厕所，8座小便斗围绕着中央柱。沿着外墙配置了4间大便间。这是电源室，建造于1925年。这是公务室，兴建于1934年，是洋式风格的木造建筑。古迹修复展示工坊。
工程师们辛苦地完成铁道部古迹的整修。蒸汽梦工厂。你好，欢迎来到蒸汽梦工厂，我是厂长。旁边这里是1943年新建的战时指挥中心。旁边这栋是市定古迹台北工厂，曾经作为铁路局的大礼堂，现在正在整修中。我今天参观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，差不多花个3个小时，觉得意犹未尽，好像参观不完。这边的展览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